家，这里是 Salmon Whisky。今天是我们在胡志明自由行的第3天。那前2天我们也是有去蛮多好吃好玩的地方。如果你还没看我之前2个视频的话，可以点击右上角。那现在我们正在要去的地方就是粉红教堂。这是一座罗马天主教堂，然后它是在20世纪初法国殖民初期建的哦。目前来看的话，我们只能在外观拍照打卡，就好像是不能进去里面。大家最佳的拍照角度是从对面马路拍过去，因为这样的话才能拍到全景。那这个粉红教堂的周边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，就是这个必打卡的越南咖啡厅，它其实就是在粉红教堂的对面而已。那这个是有连锁的，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。我们就先到柜台点我们想喝饮料，然后就可以去找位置坐下啦。然后它这里是有2楼的。我觉得它整体的装潢就是那种复古然后古董路线的耶，而且我发现蛮多人在这里复习写作业或者是工作的。给你们看从这里看过去的粉红教堂，真的超美的。这是我们点了3杯他们这里蛮出名的饮料，就是椰子冰沙。最出名最多人点的就是这个咖啡椰子冰沙，它冰沙是蛮甜的，然后搭配那个咖啡味有点苦，就综合掉没有那么甜。这杯的话是绿豆椰奶冰沙，他们家可可椰奶冰沙蛮浓郁的，就好像在吃巧克力冰淇淋那样。这角度真的是很适合拍完美照耶，超美的。现在我们终于来到整个胡志明自由行最期待的地方，就是咖啡公寓。刚刚从外观看还有直到走进来，真的是有很大反差耶，因为外观可能看起来就很摩登，进到来它就是那种老建筑的感觉，而且它电梯蛮多人搭，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很好办法，我们搭到最高了，然后再慢慢走下来，一层层去看有什么。这里旁边就有一家咖啡厅，可是我们打算继续再看看。那我们就逛了好几层，其实都是咖啡厅还有餐厅之类的。然后这里的话就有一家印度餐，然后隔壁的话应该也是越南餐厅。这里还有一家卖香皂的手做工坊，这家应该是酒吧，然后隔壁那边也是餐厅。在这里有一家蛮有名的文青店，就是这个帆布包专卖店。它店没有很大，然后一进要去就是满满的帆布包。它款式的话是一样的，只是它有不同的印刷。我觉得蛮适合买来当做有意义又好用的纪念品。最后我弟就各选了一个，我选的是这个。逛到有点饿了，又有点渴，我们就进一家轻食店。这里店的空间其实都不大，然后有一个阳台，坐在这里喝饮料，然后看着胡志明市的风景，超 chill 的。哒哒，这里就是我们点的食物和饮料。他们家果汁类是蛮不错喝的，特别是在这里天气蛮热，喝一口下去真的很清爽。这个的话是韩式拌饭，可是它是素食的，就没有肉类，它是用蘑菇来代替。另外我们也是有点一份拌面，拌面也是素食的，然后它就有用这个杏鲍菇还有豆腐来代替蛋白质的部分。其实这样吃下来，这家真的是蛮健康均衡膳食的轻食店。现在我们是在干嘛呢？现在我们就是来一个所谓的 City Walk， 因为距离我们晚餐时间还有一段时间，可是我们又不知道要去哪里，我们就随意的走。
然后这里街道上蛮多服饰店的。这里还有一家看起来很唐人街的中餐厅。高难度挑战又来了，又是过马路的时间。我真是觉得在这里过到一条马路，真的是我本年度做到最厉害的事情。这个江边就可以看到胡志明的第一高楼，就是那一栋。那一栋的话，它是叫 Landmark 81，上面也是有一个观景台。刚刚我们不是沿着江边走吗？然后最后我们走到了这个日本街，这里的话就比较多韩餐和日料。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就打车去我们今天晚餐的餐厅，就是这里。这里是个露天天台的烧烤酒吧。哇塞，你们看这个夜景超美的！我们的位置看的夜景也蛮漂亮的。这是他们家菜单，这里的话主打是烧烤，那也是有其他的炒菜呀，还有主食的。这家在 Google 上的评分也蛮高，就有4.3。饮料我们点了香茅茶，还有橙汁。上菜了，大家今天点的有点多。地道烧烤三文鱼，这个烧到有点焦焦，然后油亮油亮的。它本身的话就带点咸味而已，可是它肉质是蛮好的。第二道烧烤腌制鸡肉，这个应该是鸡腿肉的部分，因为真的是很嫩很 juicy， 而且它调味刚好。第三道猪肉春卷蔬菜拼盘，它这个春卷的皮炸到酥肉已经脆到掉渣。现在我们就尝试看配这个米粉还有蔬菜一起吃，它是怎样的呢？他们也是有给这个类似千岛酱的来搭配，吃起来它就带点微酸，就真的很开胃。大家我们真是点太多，那些菜是不断的上来。第四道就是这道香茅鸡肉卷。这道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还好，因为它调味真的是太过于重。接下来这道是今晚的重头戏——锡纸烤扇贝鱼。这个鱼的话，它是蛮多骨头的，可是他们应该是处理过了，所以骨头没有很多，可是还是有一点，所以大家吃的时候要小心。它肉质的话是很紧实，很像青鱼那一种。它整体味道的话是偏酸，然后微辣的。就讲真的，它有一点像吉隆坡吃到的那种葡萄牙烧鱼的味道。最后我们一致全员好评的是这道烤排骨，前面那些都可以不要吃到，可是这个话真的是要点起来。在这里看着这风景吃饭真的太爽了。刚好今天是我生日，我们就买了一个蛋糕小小庆祝。那明天也就是下一集，就是我们在胡志明自由行的最后一天了。和大家透露一下，我们就去了一家非常贵可是食物非常精致的餐厅，还有去胡志明的超市买一些零食可以带回家。最后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去了这家蛮有名的咖啡厅去喝个下午茶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。